俄外长开启非洲之行，没有使用阴招，没鼓励俄罗斯，反倒闹了天大的笑话。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今天我们聊聊美欧算计俄罗斯，如意算盘再次落空。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一方面带着西方盟友们对俄罗斯进行疯狂的制裁，另一方面不断向其他国家施压，企图以此切断各国与俄罗斯的正常外交往来，让俄罗斯在外交领域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前不久美国又决定在年底举办美国非洲峰会，其实意图不言而喻。为了打破美国的外交封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决定抢先一步开启自己的非洲之旅。而作为拉夫罗夫的第一站，埃及却给了西方一个响亮的巴掌。在俄外长拉夫罗夫前往埃及的途中，有人给俄方看了一份美国和欧洲联合向阿拉伯国家发出的文件。这份所谓的外交礼仪文件中，美欧向阿拉伯国家提出了谴责俄罗斯的要求，提出3不政策，即不接受俄方的行动，不与俄罗斯签署文件，不同俄罗斯人员合影，3个要求。要知道，领导人合影可是国际外事活动的必要流程之一。对于美欧如此无理的要求，拉夫罗夫直接吐槽西方已经魔怔了。而作为被美欧如此颐指气使的对象，埃及官方和阿盟20多个国家代表却对拉夫罗夫展现了与此前同样的善意，不但排着队和拉夫罗夫握手合影，甚至还拍摄了现场的视频，可以说狠狠地打了西方的脸。事实上，这并不是西方在俄乌冲突之后第一次就其他国家与俄罗斯领导人合影做文章。此前开设的 G20 外长会上，之所以没有留下全家福，就是因为西方国家集体反对与拉夫罗夫合影，并且前不久普京前往中东访问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因为与俄罗斯和伊朗领导人一同合影，被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诟病是对北约的挑战。这回西方对非洲国家施压的目的，一个是逼迫非洲站队，一个是如果是非洲配合之后，西方就能借此大肆进行舆论攻势，给世界造成俄罗斯已经被孤立了的假象。而与此相对的是，非洲国家之所以不惜打脸美欧，对拉夫罗夫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也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困扰在非洲国家之久的问题就是粮食安全。作为产粮大国，俄罗斯可以极大地缓解非洲地区的粮食危机。反观美欧方面，不说在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中，西方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说平时美欧也没有怎么来献殷勤等到要打压俄罗斯的时候才来找非洲这些非洲国家能给西方多少好脸色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来看，造成全球性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很显然就是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本来援助非洲的政策就没见几个，现在美西方不谈吃饭谈政治，多么可笑这让饿着肚子的非洲人民怎么能接受西方的这张大饼呢？不难看出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迅速崛起，世界的话语权已经不是美西方国家所能掌控得了的。如果美西方为了排除异己，总想着使这类盘外招，那么自取其辱的同时，也会变成天下人的笑话。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